以后要做什么？各位如果问这个问题，各位的反应要很审慎，对不对？这个学生就说，当时因为他心情也不是很好，然后大热天，他就跟老师说，长大要开一家冰果室。现在很少有词叫冰果室，冰店、冰果什么之类的哈。他说老师当场就说什么？对，如果你的学生说要开冰果室，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会有什么反应？不错，对不对？下次老师去光顾要记得打针。不错啊，很好啊，哦，你看像那个永康街之前在一直吵架，你的那个冰果室卖得好的时候也是不得了啊，哈，觉得不错啊，老师以后一定会去光顾，啊，这样子学生就觉得如何？还不错，被鼓励跟肯定，对不对？当然，如果你要进一步了解说，哎，你怎么会想要开冰店？其实那学生背后的理由只是因为今天天气好热。我觉得如果有一碗冰在我的前面，我一定快乐似神仙。所以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很审慎，他只是觉得当下。所以看起来冰果是可以造福蛮多现在水深火热的人，好，可以解救他们那个哈，就是很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时那个老师可能太有使命感，对不对？老师就跟他说：“哎呀，你怎么会想要做这种工作呢？好，为什么想要开冰店？”就是那个回应里头有点否定的意味，就觉得说你那个选择是没有远大的志向的，不够宏伟的志向。所以那个孩子一直到大学阶段还一直记得那个对话，就说当年我在讲这件事的时候，老师给我是一种不屑跟否定的语气，让他觉得还蛮受伤的。各位就说啊，我们也很难为，我知道我其实讲一句话，孩子就说他被伤害了，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哈。但是各位可以发现，就是说。相对的给我们的提醒也是说，我们任何一句回应都还蛮重要的，不是每个孩子都会这样，但是对那种心理自我强度可能还没有很好，或是他的自信心还不是很强的孩子，其实生涯跟自我概念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啊。各位看到很多的生涯理论都在谈这件事啊，所以不管他的选择是什么，基本上他有一个目标啊，我们都值得鼓励跟肯定。那如果你有一些疑问，然后也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会这样想，那就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说，哎，这也很不错哈。那能不能告诉我你想要做这个工作主要的考量是什么？那基本上这都是最安全的反应，而且也让我们更有机会贴近孩子，好，贴近学生，知道说他的考虑点在哪里，不会陷入那个困境是，好像我们表态否定了他的选择啊。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哈？其实我们蛮容易用一些刻板的部分，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男生，现在可能好一些，然后我刚刚讲，如果有个男生告诉你，不管他要做厨师、做服装设计师，现在大家都不会太那个，因为有很多的达人，作为他们的生涯典范，比如说服装设计这个部分，因为过去有吴继刚啊、古佑文啊，有一些台湾之光。可能会让各位对于那种他告诉你他喜欢缝缝补补的男生，喜欢玩芭比娃娃的男生，各位会不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因为早期我听到很多甚至家长，有一个家长其实他自己还念博士然后也在科学园区工作，那这个跟学历没有关系，跟我们从小到大有没有受到性别教育比较有关系。他就说开玩笑，男生怎么可以玩洋娃娃？那接下来马上讲一句话。各位可以发现很多人非常恐惧同性恋。他说玩洋娃娃会不会变成同性恋？那各位都知道不会，不会因为玩了洋娃娃就变成同性恋。可是这个爸爸非常焦虑，所以不肯他玩那如果是这样，一个吴继刚就不见了，对不对？他从小就很喜欢玩还好他的家庭背景，妈妈其实可以接纳，也理解。我觉得理解跟先理解非常重要，而不是急着否定。那所以后来很多人也讨论说，如果他一直在台湾，是不是继续可以成为吴继刚？有老师也摇头，对不对？可能他的命运会蛮坎坷的，不知会不会被霸凌？同学就开始嘲笑他说：“你为什么喜欢玩芭比娃娃？”可是后来他到国外去求学嘛，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意思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其实是说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建构一个真的可以适性发展的环境。不管他喜欢什么，不会因为跟我们脑海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没有画上等号，然后他就有不利的处境，或是就不能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想对吴继刚而言还好，就是家长其实是非常的能够理解、接纳、尊重，然后也有适当的环境否则他真的就不能适性发展，然后就被抹杀。
所以各位，其实虽然我们都觉得说啊，刻板印象这个我知道的，好，可是实务上，当学生说出某一个答案，你会不会心中还是跑出一个 OS， 克制自己没说，但是心里面可能会 OS 说，你干嘛去做这个嘞？或是这样好像怪怪的，或是你替他担心说，这样前途会不会很坎坷？其实前途会不会很坎坷，我觉得有赖于我们大家共同来建构这个社会里头就是弹性多元的价值观而不是刻板的。我相信这对我们学生的生涯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例子很多人可能都看过吧，对不对？一个小孩受伤嘛，被爸爸送到急诊室，然后那外科医师冲出来，看到这个小孩很紧张，说：“这不是我儿子吗？”各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对各位现在都不会刻板，对不对？都不会想说医生马上跑出一个穿白袍的男生。上次就有人告诉我是同性恋，怎么回事？他说他是同志没，所以这里头有没有他脑海里头跑出来的医生的形象还是男性？那如果像刚刚有人说，如果我们从传统那个家庭组合来看就说那个外科医师就是他妈妈但过去我们比较不会立刻把医生跟女生画上等号，对不对？传统的，但如果说是护士对不对？如果有一个那个护士冲出来说这不是我，那个护士冲出来说这不是我的孩子吗？各位就会马上说那护士就是他妈妈所以这里面我们免不了的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刻板所以刚刚讲说有人告诉我那是同志，有没有？就基本上他脑海里头想的那个意象还是一个男性的形象所以我们孩子会不会在你告诉他好多行职业的时候，他自动分类哪一些可能跟我的性别比较有关，哪一些可能跟我的性别是不搭嘎的那这些在都会有一些影响好，所以这里头基本上我想这些都是逐渐有弹性那不再只是说像刚刚跟我开玩笑说，幸好女人可能就是不做工、不做家事，有没有？这可能也不是大家乐见的。基本上应该是我们会彼此合作分工，跟性别无关，而是这样的组合里头，谁做什么他最快乐，他最能胜任这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好，所以这里头我想各位可以再换上更多的图片，对不对？有各式各样很多的图片。这边有李李人跟那个陶晶莹嘛，对不对？所以他是还蛮典型，就是各位看到说，在角色分工里头，他也会承担蛮多的压力但渐渐上社会上会因为某一些不同的角色扮演，会不会大家渐渐可以比较弹性更多元然后不再只是用性别来分类这件事情。好，所以呢，弹性变化各位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青少年渴望在工作领域获得成功，在自己的学生身上有没有观察到这个部分？还是会有城乡差异或是区域的差异？然后看到的角色 model 就是这样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所以早几年很多年前中山大学他们现在的教务长他们自己是学科学领域很多女性，他们开始在做那个女性科学家的一些这个生涯的这个案例。就是希望能够让很多女性去看到说，科学家这件事情不是只等于男性，有很多杰出的女性科学家。但是现在因为孩子都不太看很多的那个，现在会不会有小孩连居里夫人是谁都不知道？怎么看？前一阵子他们常会调查嘛，有些问现在的孩子他们知道，不太再去看一些就是比较所谓的那个经典的就人物大家心目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偶像？各位学生的偶像是谁？各位知道吗？谁？听到有没有？海绵宝宝这样是吗？所以各位觉得，各位看不看？不看为什么不看？觉得因为有报道说看了会弱智。之前不是有一个国外的报道是这样讲的对那个见仁见智但是就偶尔某些部分它也会呈现一些议题还蛮有趣的，但它永远会停留在只看某一些动画可能也是我们会担心的还没考上他们现在要不要看那个白纸黑字的书籍，还是就上网随时看新闻动态报道
好，或是看一些动画，或是玩一些游戏，所以大家一直很担心说他们越来越不看一些经典的那个。不管不要谈文学，或是那种我们小时候不是要看伟人传记吗？是不是？那他们现在要不要看伟人传记？还是在告诉你说这些人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太远，他们是古人哈。所以角色心，他们心目中有没有那个角色 model？ 我记得《天下》杂志2010约略是那个时候，他有一个专刊是生命教育的专栏，可能有些老师也有。他那时候做了还蛮大规模的调查，是对高中职学生，1000多份以上，至少还是更多的样本。然后中间有问到他们说，你们心目中的偶像，会猜他们的偶像是谁？因为当时他们调查了很多，然后原来他们那时候叫训委会嘛，他们大概也要访问训委会的常委，就说这些答案这个分配的百分比的现象意义是什么？后来因为我自己是中区的劳工就业咨询中心的召集人，那时候他就叫那个常委就说叫他来找我，我说那你先把那个调查的结果寄给我看。那其中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个部分是刚刚讲偶像，他们第一顺位的偶像第一、第二有一个是自己，有一个是爸爸。那种各位以前的偶像那种名人伟人出现的非常少。第3、4位吧，也许到第4顺位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开始是一些周杰伦之类的，就是那个就是当红的影视明星。但很有趣爸爸很重要。我想就是说，这个生命中所以刚刚校长提到说，他了解家人他们从事的工作他们职业是什么各位也许都会教学生画那个职业树嘛。家里面那个兄弟姐妹或是家族里头都做什么工作？所以我们家小孩很小的时候，他以为全世界只有一种工作，就叫做老师。你走到哪都碰到老师，去安亲班也幼稚园也看到老师，然后家里面那个阿姨这个反正他们见到的人几乎都是教师。但越长大，他越会发现说，原来是这么的多元这个很有趣就是说除了自己跟家人以外，有没有其他他会欣赏跟觉得有为者亦若是的人？偶像的部分，那即使是歌手什么也都很好，但是就是说，像刚刚讲，他欣赏他什么，所以他把他当做偶像。像我刚刚提到说，虽然他身材有点胖，可是我们在这过程里头看到他努力的部分，不是说一定要把他当偶像。所以这里面各位看到那个调查很有趣的是怎么去看。那另外跟性别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问他们说，他们觉得生命中一定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选项叫做谈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各位都做过吗？谈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各位猜那个比例里头，如果他们当然很多调查暂且都用男女来分，当然现在有人认为说，各位发问卷除了男女，应该还有第3个选项，那传统都用男女来分嘛谈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这跟生涯的目标也有关系嘛，对不对？那各位觉得哪一种性别的人比较多？谈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谁比较想谈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各位都觉得是女生，对不对？因为刚刚那个分工的女生比较是情感表达，然后比较想跟人建立依附关系。可是那个调查很有趣，刚好相反，把谈一次轰轰烈烈恋爱当做一辈子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个比例男生比女生高，各位听了会很高兴还是很害怕？然后他问我说：“我喜安诺安呢？”我说：“这里面也许意味着我们对性别角色的那个……我说那很可能是这几年性别教育推动的还蛮成功的，是不是就是说大家对性别角色的扮演已经没有这么像传统刻板的部分。那刚刚讲到，男生开始在意的事情可能他比较。觉得情感也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那个调查里头女生认为一辈子里头要去冒险壮游什么这一类的比例还蛮高的。各位觉得是不是有点反转？但是其实从很多个案里头，各位可以看到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想把它一直说这个是性别的差异，可能有个别差异的部分，而不全是性别。前一阵子有一个澳洲什么最热门的工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那个讯息？然
后他好像是要做野生动物的保育员。以前他们也征求过那个什么代言人大堡礁什么那样哈，大概在2、3个月前，2个月前，都有留意到这个讯息吗？他要征一个野生动物的保育员啊，我后来会开始注意到这个部分是，那时候最后剩下3个人，啊，其中一个女生叫谢欣璇，他说哇，她是我们云科大公社系毕业的学生，这是我们当然就要非常留意她有没有进入前3名哈。我们本来在规划下学期生命教育月的活动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们应该邀请她跟我们的学生分享一下她这样的一个生命经历。那时候她还在竞争那个前3名呢哈，我们就想说她不知道会不会有时间哈。那后来最后当然胜出的是一个加拿大的男生，但当时新闻报道说澳洲旅游局有考虑说是不是要给他特别再安排一个其他的工作。那后来我看商业周刊还有一些杂志有报道过他的那个工作。所以他有一句话叫做应该是说走旧的路到不了新的地方，就是你每天都走同样的路到不了新的地方。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是显现出一种生涯态度。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要辅导他适性发展哈，自我了解有很多的接触，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另外还有一块，可能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某一些生涯理论里面谈到的，包含他的自我效能感、他的自我概念。还有他对生涯的信念，所以他认为说走旧的路到不了新的地方哈。他去报道，其实孩子的生涯绝对跟他的生命经验、家庭背景有关。因为看起来他们家也是一个蛮弹性、自由、开放的一个家庭。然后父亲对这些工作哈，就是比较有创意的工作也很支持鼓励哈，也很有兴趣。所以他中间就分享到说，他自己在那之前哈，就说20岁以前还是几岁以前，其实他没有出国过，然后英文也不好。但是呢，他为了想要出国，然后一天打很多的工啊，然后做很多那个打工的工作，自己存钱。然后第一次出国应该是去美国哈，反正就是有一些那种游历的经验哈。那中间他还曾经去帮一个餐厅的时候，跟他讲说，我可以帮你，你可以给我工作吗？就是也是去打工。然后我可以用我的设计的专业帮你们设计，比如说。那个你们的那个 DM 啊，或是其他相关的东西，所以这里头再显现出一种生涯的态度，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自认为英文不好，会不会开始自我设限？有一种人就开始自我设限了，觉得说我英文不好，怎么可能去争取这个工作？但是他可能觉得说没关系，然后虽然我英文很破，但是我就是很努力，然后我很有勇气的去尝试争取各种机会。所以其实他第一次去做那个国外打工的时候，他觉得反正我就是去试，好，那其实还是可以争取到很多的机会，让他能够不断的去尝试跟练习。然后后来包含刚刚讲澳洲这个野生动物保育员的工作，他就觉得反正我去试过，就是有机会我就去尝试，不会因为我告诉自己说，好像我英文还是不够好，那我绝对不可能被录取，那我去干嘛？很多这个内在的自我对话，可能就把自己打败。他觉得，所以各位看到的是不会因为一个特定的东西而自我设限，这个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自己在看那个商周吧，在谈他那时候有一期的报道是答案还没揭晓的时候，就说他离那个揭晓还有几小时，然后就去访问他过去的这个生活学习经历，包含他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让自己工作很长的时间，然后一直努力着，就是生涯里头那种奋斗不懈的态度。那当然后来会提醒自己说健康还是要留意，可这些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家长帮他准备好。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的有些孩子，他可能各位觉得说哇，他家庭经济状况没有那么优渥啊哈，不像有些孩子家里面都帮他准备好很多的东西。可是有些时候，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有没有？都很富裕，都拥有很多，不见得是好事。所以也有人说，对孩子最残忍的事情就是让他怎么样？就是心想事成，有求必应，那个也很不见得是好的，一辈子不见得都能够成功。所以像他这样就说，我就自己去争取我要的东西，我需要自己花时间力气。如果我们让孩子对自己的生涯有这样的信心，是说，对，虽然我们家可能没有办法立刻让我出国去做什么，但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换来这些东西。好，所以各位如果在课程当中就是刚刚谈到生涯教育里头，我们有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像之前云林县也出过那个跆拳道吗？还是有一个参加比赛得奖的学生，各位举重，
对不对？我们在地的子弟也有很多非常优秀，就类似这样的例子举重啊，然后他们都是奋斗不懈的，就是发现要花时间力气。那前提是我对这件事情是有热情的，所以类似这样的例子都蛮能够，就刚刚讲偶像是谁，或者我刚刚谈到那个性别的差异，从那个大规模的调查，那当然可能还有背景变相，不同背景变相去分析可能有差异，可是从那个大规模的调查开始看到说，性别的刻板好像渐渐也被打破，不再因为性别而自我设限，这件事情很重要，包含也不会因为自认为语言能力不 OK， 或是我可能没有足够的资历，或者有足够的这些其他的条件，是不是我的机会就会比别人少？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应该蛮需要这样的鼓励，就如果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因为未来他们面对很多的学习，那如果有机会去争取一些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相关的机会，怎么样去展现会让别人看到他对生涯的这个信念，他对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不放弃的这个精神而不是他背后一定要有非常庞大的父母所给予他的这些条件或是这些外加的这些诱因等等所以这里面各位看到有没有？他这开玩笑我失业了，然后没关系，让我养你。有没有？传统这个很困难，对不对？失业了不能告诉家人，他每天拎着公事包，假装去上班，有没有？有些文化里面会是这样。那如果我可以去不受限于性别，而去面对我生命中的很多议题，这样的能力跟态度。其实是会比较重要其实这里面有没有？这也是国外有些调查我刚刚提到说，虽然有双生涯家庭，但是呢，男性投入家庭工作却没有随之而增加。那这个部分会不会也是受限于他过去内化的性别角色然后女性对于兼顾家庭跟工作的角色，它的弹性变化比男性还要高。这是为什么？所以这里面各位看到，就在校园里面观察到男女生。那他们在这个面对学习、面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有没有不一样的一些弹性的态度？基本上我刚刚一直强调，我不想用性别来分类，而是每一个学生他能够刚柔并济，然后他是一个有弹性的人，然后他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那这个调查里头看到，女生的态度比男生还要正向跟开放。跟我刚刚分享几年前天下那个在做生命教育专刊的时候。对某些问题开始看到，女生的那个多余儿，刚刚讲情感已经过去，很多女生会觉得情感是生命中的唯一。所以各位对于那种情伤的学生里面，各位不要认为说一定是女生的伤害比较大，然后男生怎么样，应该比较强壮，比较不会受伤害。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个案在分手，在情感的世界里头，其实男生所受到的心理的冲击内心的这个需要被关怀的部分，并不亚于女生只是男生比较辛苦，是刚刚讲，如果用刻板的角度去看我们会认为他应该有办法就可以自己疗愈但是从很多个案身上，我们看到其实那不是性别的问题而是每一个样态个别差异好，那所以后面我当然选一些女性生涯发展理论，是说过去很多生涯理论它没有特别去谈性别的这个部分或是基本上从男性的角度出发。那有一些理论呢，它比较特别去谈女性的生涯发展所以我想也把它提出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然后再去看看这些理论。那后面我有写到那男性呢那我们怎么样从不同的理论角度，甚至于这些理论里头所提到的一些概念，放在不同性别的人身上，是不是其实也一样可能产生一些影响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应该让各位休息一下我想我们早上这个时段我们就是休息一次然后大概就15分钟的时间休息的时间长一点那不用每一节都下课那待会儿我们会在11点50的时候就结束这个课程这样好吗？好，就请各位先休息一下，谢谢大家。